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明动漫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在咒术回战中，战斗力能称之为天花板的存在五条悟。想必说到五条悟，观众们瞬间就心动了吧？没错，五条悟就是咒术世界中特级咒术师里神一般的存在，就连官方和作者都明确指出，五条悟在咒术回战中的地位无人可比拟。那么明明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五条悟，再详细给大家分析五条悟老师的咒术能力。五条悟本名五条悟，年龄28岁，身高190。1989年12月7日出生于京都的五条世家，拥有着特别的蓝色瞳孔，现任都立咒术高等学校1年级班主任。五条悟爱吃甜食并且懒惰，不过他其实什么事情都会做，只是不愿意去做，美其名曰为了锻炼新人。他在4名特级咒术师中还作为迟到担当，当然是在不影响正事的前提下。五条悟为何会选择成为教师？他自己对此的说法就是，与其打败咒术界所有的高层，也只不过是再换一批人，不如去培养新人来得更有意义一些。其实这样不拘小节的五条悟可是有着强大背景的，只是他自己不觉有什么罢了。五条悟可是日本3大咒灵之一菅原道真的子孙，也是乙骨犹太的远亲。由于五条悟的能力强大到只要他自己开始施展领域，其余在场的任何咒术师就是在拖后腿，所以单独行动对于五条悟来说才是能力最强的状态。这样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施展领域，例如涩谷事变中，他单独对抗4名特级咒灵不在话下。还有曾经是挚友的夏油杰的肉身，最后被特级咒物所封印。那么下面明明再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五条悟的全部能力以及术式。首先，五条悟老师有2个能力，其中一个就是天赋六眼，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察觉到身后的人，使他很难被偷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日里五条悟戴着眼罩也能看见东西的原因了。举个例子，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视频中提到过的圣尔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爱凑热闹丢了性命的圣尔。其实他是天赋很高的腹黑会的父亲。在五条悟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圣尔就去五条家族凑热闹，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六眼小鬼。但是最后他却说道，这是我活这么久唯一一次被对方察觉到站在其身后。可见五条悟的六眼能力完全可以使他无死角的不被攻击到。天赋六眼衍生出来的能力还有很多，比如可以看穿对方的术式，这个是只有六眼的人才可以释放的无下限术式，可谓百年奇遇。而且这个无下限术式在漫画中得到了作者的肯定，此术式只有五条悟一人可用，可见五条悟是作者的亲儿子了。那么另外一个能力就是无量空处，那种无限给对方灌入垃圾信息，让其身体大脑不能运转的恐怖咒术。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吧？大家肯定不会忘记五条悟只进行了 0.2 秒的领域展开就释放出来的强大威力。但是五条悟还有一个能力，就是长距离瞬间移动，这个需要预先挑选好没有障碍物的路线，不过跟天赋六眼还有无量空处比，也就不值得一提了。那么明明再来带大家看一看五条悟的4种术式。首先就是顺准术式及衍生出来的能力，第一个就是长按住被动无下限术式，也可以叫做停止之力，可以让所有接近本人的事物的速度都越来越慢，以致永远都碰不到本人。第二个就是苍，也称之为吸引之力，强化的无下限术式，其内核由负无穷来支撑，就可以让事物在攻击时对自己进行反向接触，从而产生出强大的吸收能量。不过其弊端就是如果此术施展到极致，会产生爆炸，不能在自己的近距离使用。然后就要说到反转术式了。第一个鹤弹射之力，这恰恰和苍相反。
它是一个正无穷的无下限数式，它的物化形状是一条直线，效果为产生较长距离的 AO1 冲击波。换句话说，荷就是反转的仓，两个仓相乘就可以强化冲击波，因为重力是负的力量就可以强化肉身，那么用负相乘的仓更有利一点。不过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荷的力量不能再生，所以就要将其反转为仓的力量，这样就可以进行连续性的攻击了。这也是之后五条悟对反转术士意义上的觉醒。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还是他明白了，可以利用仓和荷之间的无限反转来强化咒力攻击。咒式本来是摧毁能力，但是反转之后不就成为了治愈能量了吗？所以五条悟同时还利用攻击能量与治愈能量的转换来帮助自己提升。五条悟本人就是最强装备的存在，其他微不足道小技能也就不值得一提了。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好玩的，说说这个看似无所谓却是最强者的五条悟到底有多有钱。从他出生在五条世家就能知道，这个家伙其实并不缺钱。当初圣尔卖掉自己的儿子惠，一张口就是开价几个亿。五条悟在了解之后，竟然二话不说就把惠从禅院家给赎了出来，说他是个富二代都配不上，哈哈。五条悟老师还有许多可爱之处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明明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